经济是不是要衰退了？大摩说，美国经济已经接近周期的峰值了，最快8月份就开始衰退。与此同时，还有一条消息让你很心痛，据说华尔街去年的平均奖金超过了25万美元。是的，华尔街去年奖金大涨了20%，创了新高。根据纽约州审计长 Thomas DeLaPone 的数据，去年支付给纽约证券业员工的平均奖金增长了20%，达到创纪录的257500美元。这其中包括为2021年工作而支付的现金奖金，以及近期支付的延期奖励。华尔街员工的收入几乎是私营部门，不包括金融业平均工资的5倍哦。在2020年，证券业员工的总体薪酬增长了7.7%，达到438370美元。华尔街的薪酬高于此前的预期，这将有助于纽约市获得超过预期的所得税的收入。不过，纽约市预计2022年金融市场活动将降温，导致华尔街的奖金将下降17%。事实上，华尔街银行家们获得的薪酬数字并不那么让人觉得意外。受益于并购、公开上市和强劲的交易活动，华尔街银行在1月份相继公布的财报整体表现不错。高盛4季度的净营收126.4亿美元，超市场预期的120.1亿美元，同比增长了8%。而摩根大通第4季度经调整后的营业收入也高达300多亿美元，季度每股收益也有3块3毛3，双双好于预期。摩根斯坦利第4季度净营收145.2亿美元，这使得它全年的净营业收入达到了创纪录的598亿美元，同比增长了23%。早在去年11月，薪酬顾问们就曾表示预计银行的奖金增幅将是2019年来的最大。财报上也可见到端倪，例如高盛4季度的员工薪酬费用显著的增长，达到了32.5亿美元，同比大涨了31%。远超市场预期的28.9亿美元。证券业是纽约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，证券业的职位数仅占私营部门职位数的5%，但他们贡献的税收占到了2021财年纽约州税收的18%。虽然纽约仍然是美国头号金融市场，但不断有公司在佛罗里达、德克萨斯州和其他低税收的州开设新办事处。去年木头姐将 ARK 就迁至了佛罗里达，多个知名的投资大佬，如对冲基金 Elite Management 的创始人 Paul Singer、华尔街狼王 Carl Icahn 等人均搬至佛罗里达。其他华尔街公司也在将业务拓展到其他地方，尤其是佛罗里达州。这其中也包括高盛、Apollo Global Management 和 Stephen Cohen 的 Point 72。美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相当火热，但也十分短暂的经济周期。1年前，摩根斯坦利经济和跨资产战略团队联合做出了上述的判断。可是1年前依据是2020年衰退后经济收益反弹的速度和强度。缺席了几十年的通胀也回归了，以及美联储比预期更早的政策转向。目前美国经济的发展正在印证这一判断。摩根斯坦利美国首席股票策略师 Michael Wilson 在最新的一份报告中也表示，美国 GDP 和企业盈利已经激增，并超过过去几轮周期的峰值，目前正在急剧的减速。Wilson 进一步指出就美国股市而言，盈利、销售和利润率均已突破此前周期高点。事实上，盈利仅在16个月内就恢复到上一个周期的峰值了，这是40年来最快的反弹。积极经营杠杆带来的早中期好处看来已经过去了。美国企业现在面临着销售增长的减速和成本上升的局面。大摩的主要盈利模式还显示，在未来几个月，每股收益增长将减速向0。盈利修正，高频数据趋于走低，以这种周期性和经济敏感性的行业为主，这种情况看起来越来越像是经济周期的后期了。大摩认为，对于当下经济而言，20世纪40年代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历史类比。具体来说，在供给受限的经济环境下，家庭过剩储蓄的释放，无论当时还是现在，都为通货膨胀的爆发奠定了基础。随着通货膨胀的飙升，美联储不得不激进紧缩，以恢复价格稳定。Wilson 也表示，假如事态继续按照历史剧本来发展，那么接下来的走势将是一个经济的放缓，并最终迎来一个短得多的周期。在美股策略方面， Wilson 也建议继续采取防御性策略，重点关注那些运营效率高、现金流产生量大的公司。这也导致我们将选择那些盈利状况更持久、价格也更有吸引力的公司，比如像制药、保险、房地产、公用事业、食品、饮料、烟草和电信都是比较好的成长对象。Wilson 表示，成长型股可能因曲线趋平而受益，但在第一季度财报开始，这种走势应会消退。
美股的最大空头。接下来每一波反弹呢，都是卖出的机会。摩根斯坦利策略师也表示，美股的最大风头中，表示熊市中的上涨是最凶险的。美股最近的反弹是卖出并采取更具防御性姿态的好机会。Wilson 在一份报告中写道，说上周美股涨势惊人，但也只不过是一次凶险的熊市反弹。虽然这个反弹或许还没有完全结束，但是呢，这是一个逢高卖出的好机会。这与他本月上旬的报告也是一致的。因为油价飙升、俄乌危机带来的不利因素，加上美联储收紧政策的承诺，都是熊市可能进一步加深的原因。也许在接下来股市的任何反弹都是卖出的机会了。在最新的报告中 ，Wilson 提醒大家，美国经济正处于周期后期扩张阶段，并很快可能在5个月后陷入低迷。他提醒读者。1年前呢，他与他的跨资产策略团队也发表了一份报告，当时他已经详细论述了本轮经济周期将比之前的3个周期更热，但也更短。因为当时的观点是基于2020年经济衰退后经济和企业盈利反弹的速度和力度，通货膨胀在数十年低位后回归。与此同时，摩根斯坦利也表示，美国周期模型已经接近前一个周期的峰值，该模型目前仍处于扩张阶段，但摩根斯坦利警告说，按照这个速度，该指标可能会在2到4个月内达到顶峰，并在5到10个月后进入低迷状态。另一方面 ，Wilson 也指出，企业盈利仅用了16个月就恢复到了前一个周期的峰值，这是40年来最快的反弹。但是，基因杠杆带来的周期早中期的好处正在退去了。美国企业现在面临的这种销售增长放缓以及成长上升的问题，未来几个月标普500指数成分股的每股收益增长将急剧减速，而且在周期性和敏感行业的推动下，更高频的盈利修正幅度数据趋于下降，这种症状看起来越来越像是周期的后期。也希望我们的观众能够做好准备。感谢您收看本期《华尔街周报》，我是安琪，我们下周再会。